大家好，我是于超。这个灯光好像让我显得有点沧桑了。我就是看了师傅最近的2篇经文，我就想起当时呢，1993年我刚刚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时候啊，师傅教我们提升心性，教我们真善忍，教我们就是练功。为什么不长功？一个是没有得到高层次的法，一个是没有向内修提升心性，等等吧。就是整个的这个修炼呢，都是基于这个心性的提升，然后对更高法理的认识。那么30年后的今天呢，整整30年后的今天呢，我看那个师父的经文，可以说是充满了那个就是恐吓。我就在思考，就是从那个真善忍呐，到无休止的恐吓之间的这个这个路是怎么走过来的？其实我挺不太清楚的。那个，如果你要去那个明慧网上啊，看他那个师父新经文那个专题，你会发现呢，在那个为什么救度众生，为什么要有人类这2篇经文之前，大概有第一页大概有51篇经文，还是54篇，我忘了，我上面数过一次。50几篇经文里，可能有27篇都是贺词，祝贺某个地方开法会，祝贺某个地方开法会。我就说师父从大概2014年开始，一半左右的那个经文都是贺词，然后呢，最近这个创作的那个能力吧，就是好像恢复了一些吧。那个也好像也更多是因为我在这捣乱，我捣乱了以后，师傅就写一些就有内容的，不是老写贺词了。我想贺词的话，那个20几篇贺词往那个 ChatGPT 4里边一扔，我说未来1万年的这贺词可能生产出来了，师傅又不用老那个惊动师傅写贺词，直接让 ChatGPT 写贺词就行了。那我就觉得呢，那个师傅那个经文呢，他有的时候是针对某一个具体个人，然后呢，但是读的却是整体大法弟子。那个如果大法弟子不明白那个就是具体个人这事儿到底怎么回事，他看这个经文都看得简直一头雾水，我就觉得是。一个呢，就是说那个从真善忍到那个无休止的恐吓，就是你这个具体被我批评的人，你要完蛋了。然后呢，那个你在大法其中的人，你要跟他，你也完蛋了。然后你即便你走了，你也完蛋了。我就说我这儿练的是法轮功，还是参加那个孙中山那个同盟会啊？我参加孙中山同盟会，我还能没准能蒙蒙一个那个开国元勋的那个地位呢，是不是？好歹我还能吃香的喝辣的，当个地方的师长，欺男霸女呢，是不是？或者是把一群小孩给关在山上，让他们那个从12岁开始为我跳舞，一直跳到22岁，整整10年当童工、当童奴、当舞奴，是不是？至少我参加孙中山同盟会的，我还能有这点享受呢。你说我练法轮功，现在什么都没有，然后还要被这么恐吓，还要说于超和曾某到底为法轮功做了什么？我觉得我们大家都为法轮功啊付出很多，实际上是。师傅说呢，就是那个师傅不欠弟子，翻来覆去说，您翻来覆去说这个是不是因为自己有点心虚啊？因为您知道，其实弟子还是付出很多的。连那个器官都被活摘了，然后那个在国内反复的镇压，您说能说那个弟子没有那个为大法付出吗？我说这个说话呀，不能那个说这个亏心话，说亏心话对您最不利的一点是什么呢？您自己是站不住脚的，您说是不是？那个我不是可以被恐吓的人。我是那个从小那个缺少那个父母师长之爱，需要那个人葫芦我后脑勺的人。那个像这种恐吓呀，
我从6岁开始到11岁之间是密集的被老师恐吓。我11岁，我今年都51岁了，40年前那个练过的把式童子功，所以呢，我觉得我们还是基于这个法理啊，基于这个大法这个群体如何就是一路走到现在，变成了以恐吓为主要凝聚内在凝聚力的这么一个团体。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需要深思。那今天我先说到这儿，下回我再组织思路再谈一谈。那就这样，谢谢大法，谢谢师傅，然后大家 stay tuned，注意我的这个频道随时更新，再见。